每个男性身体里都藏着一颗定时炸弹，它从你20岁那年就开始悄悄倒数计时，你不会感觉到它，你不会注意到它，但它就在那里，一天比一天膨胀，一年比一年嚣张。到了50岁，它在一半男性体内引爆，60岁超过60%男人中招，70岁以后80%以上的男性都逃不掉。可最诡异的是，这颗炸弹并不是外来入侵者，它是你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它叫做摄护腺。摄护腺这个东西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它年轻时只有一颗核桃那么大，大约20公克，安安静静的待在膀胱正下方，包裹着尿道。它的工作其实挺体面的，帮你制造大约 15% 到 30% 的精液，维持男性荷尔蒙的转换，控制排尿的节奏，还负责在适当时候引导精液射出的力量，简直就是男性泌尿生殖系统里面的隐形管家。可问题是，这位管家有个致命的毛病，它会随着年纪增长而不断膨胀。为什么？原来男性体内的睾固酮会在摄护腺中被转换成一种叫做2氢睾固酮的东西，这个家伙就是摄护腺细胞增生的幕后推手。从你青春期之后，这个转换就日复一日的进行着，摄护腺细胞被一层一层的堆叠上去，就像年轮一样不停的往外扩张。年轻时它长得很慢，你完全感觉不到，但到了大约45岁前后，增生速度开始加快，它越来越大，越来越膨胀，把中间穿过的尿道越挤越窄。于是你开始发现一些奇怪的变化，上厕所的时候尿流变细了，变慢了，明明很急，站在马桶前面却要等一会儿才挤得出来，好不容易尿完了，又觉得没排干净，过10分钟又想上厕所。更痛苦的是，半夜频繁起来跑厕所，一个晚上2次、3次，甚至更多。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急尿，就是那种忽然之间猛烈的尿意袭来，不赶快跑就会失禁的恐怖感觉。这些全是摄护腺肥大在搞鬼。泌尿科的医师们说得很直白，只要你是男人，摄护腺肥大就一定会找上门，差别只是早晚而已。而且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摄护腺肥大本身虽然是良性的，但在它的阴影背后还潜伏着一个更危险的对手——摄护腺癌。这个癌症是全球男性中第2常见的恶性肿瘤。过去我们以为它是65到75岁男人的专利，但近年来的数据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从2012年到2016年的短短5年间，30到40岁年轻男性的摄护腺超音波异常比例竟然从 8% 飙升到 24%， 这意味着每4个青壮年男性就有一个摄护腺已经出了状况。医师分析认为，最大的元凶就是现代人久坐憋尿的生活习惯。上班族每天坐在电脑前动辄8个小时，年轻人打游戏一坐就是整个下午，再加上饮食过度西化，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吃太多，运动量又严重不足，肥胖含代谢症候群的问题接踵而来。研究明确指出，爱吃肉含高脂饮食的人，不止摄护腺肥大的比例偏高，连罹患摄护腺癌的风险都比同龄人高出一截。腰围超标和身体质量指数过高的男性，需要接受治疗的比例也明显更高。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这些慢性病更是火上浇油，把摄护腺推向崩溃的边缘。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摄护腺肥大是几乎所有男性都躲不掉的宿命，我们到底能不能做些什么来延缓它，来保护它？答案是可以，而且方法出奇的简单，简单到你今天听完就能开始做。接下来我要告诉你3个经过科学验证的日常习惯，每天坚持就能让摄护腺这位任性的管家乖乖安分守己。第一个习惯，每天走路30分钟。你没听错，不是要你去健身房举铁，不是要你跑马拉松，就是走路。走路这件事看似平凡无奇，但它对摄护腺的保护作用强大到让科学家都为之震惊。美国有一项非常著名的研究，追踪了超过1455名确诊局部摄护腺癌的男性，仔细记录他们每天的运动量和运动方式。结果发现，每周以快步行走3小时以上的人，摄护腺癌进展恶化的风险竟然降低了 57%。 没有吃药，没有手术，没有任何昂贵的疗程，就是每天出门快走半小时左右，
癌症进展的风险就直接砍掉1半多。这个数字在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回响。更令人兴奋的是，2024年发表在顶级医学期刊上的一项开创性临床试验，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的琼斯博士带领团队，让早期攝護腺癌患者在手术前4周进行跑步机步行训练。他们把患者分成不同的运动剂量组，从每次20分钟到90分钟不等。结果发现，达到每周步行225分钟的那组患者，肿瘤组织中的癌细胞增殖标志物出现了有意义的下降，攝護腺特异抗原数值也有所改善。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严格的随机临床试验证实，运动疗法可以直接改变肿瘤本身的生物学行为。琼斯博士说，这项试验代表了严格研究运动如何影响癌症进展的重要一步。为什么走路有这么神奇的效果？科学家深入研究后发现了好几个关键的机制。首先，快走运动可以降低血液中胰岛素和类胰岛素生长因子的浓度，这2种东西会促进攝護腺癌细胞的增殖和存活。有实验把经常运动的男性的血清拿去培养攝護腺癌细胞，发现癌细胞的生长速度明显变慢，凋亡率明显增加。而如果在这些运动者的血清中额外加入类胰岛素生长因子，抑癌效果就消失了。这清楚地证明，运动之所以能保护攝護腺，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降低这些促癌的生长因子。其次，快走能够降低体内的慢性发炎水平。有一项为期12个月的随机对照试验发现，以微喘的速度走路可以显著降低血液中白细胞介素6的浓度。白细胞介素6这个家伙在实验中被证明会促进攝護腺癌细胞增殖，并且抑制癌细胞的自然凋亡。也就是说，慢性发炎会让坏细胞越活越旺盛，而走路运动能帮你把这把火灭掉。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白细胞介素6浓度偏高的体重正常男性死于攝護腺癌的风险竟然增加了 73%。 所以每天走路半小时，不仅是在锻炼身体，更是在从分子层面保护攝護腺。走路还有一个特别适合60岁以上男性的好处，它温和，不伤关节，不需要器材场地，穿上鞋子出门就能做。每天饭后在公园或社区里快走30分钟，走到微微出汗有点喘但还能正常说话的程度，就是最理想的强度。如果膝盖不好，放慢速度也没关系，重点是要持之以恒，每天都动起来。2026年发表的一项大型统合分析也证实，包含有氧运动在内的各种运动介入，对攝護腺癌患者的身体功能和生活品质都能带来实质的改善。第二个习惯，每天吃一份红色护腺餐。什么是红色护腺餐？说穿了就是以番茄为核心，搭配南瓜子和豆制品的饮食组合。这3样东西被科学界公认为攝護腺的黄金护卫队。先说番茄，你知道全世界哪个国家的男性攝護腺癌发生率最低吗？答案是意大利。流行病学家们追查了几十年才弄清楚原因，原来跟意大利人在料理中大量使用番茄脱不了关系。番茄里面有一种叫做茄红素的天然色素，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类胡萝卜素，结构上就像一条串珠项链，每2个珠子之间都有双键，能吸收各种波长的光线，所以呈现出鲜艳的红色。但真正让科学家兴奋的不是它的颜色，而是它超强的抗氧化能力。茄红素的抗氧化效力是维生素 E 的10倍，是贝塔胡萝卜素的2倍，在所有已知的类胡萝卜素中稳坐抗氧化冠军的宝座。茄红素进入人体后，会经过消化吸收，被脂质微粒从小肠送进淋巴系统，再经由肝脏代谢后分配到身体的特定组织中储存。而攝護腺恰好是茄红素最喜欢驻扎的地方之一，其他还包括睾丸、肾上腺和肝脏。茄红素在攝護腺里面会做什么呢？它会清除自由基，降低氧化压力，抑制异常细胞的增殖。更厉害的是，研究发现茄红素不仅仅是在细胞外面当保镖，它还能深入细胞核的 DNA 内部，直接引导癌细胞走向凋亡，同时阻断细胞之间的讯号传导路径，从源头切断癌细胞扩张的通讯网络。台大医院从2004年开始进行了一项为期1年半的临床研究，让62名攝護腺肥大患者
每天服用15到30毫克的茄红素，结果非常令人振奋。在服用4到1两周后，患者的国际摄护腺症状评分表分数从中度排尿困难的11到12分，大幅下降到轻度的7分以下，进步幅度达到1/3，而且剂量越高，效果越明显。主持研究的蒲永孝医师特别指出，传统治疗摄护腺肥大的药物容易出现血压偏低和头晕等副作用，对老年人来说有跌倒的风险，而茄红素几乎没有任何副作用，提供了一个非常安全的辅助保健方式。另一项针对105名摄护腺癌患者的研究也发现，每天摄取30毫克茄红素，连续21天，血液中的摄护腺特异抗原数值就出现了下降。有位肾脏科医师分享过一个案例，患者在持续吃番茄3个月后，原本偏高的摄护腺特异抗原指数慢慢降回到正常标准，最终免去了需要做切片检查的命运。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细节，很多人不知道，生吃番茄几乎吸收不到足够的茄红素，因为茄红素被紧紧锁在番茄细胞壁里面，你的肠胃没办法有效地把它释放出来，你必须通过加热煮熟来破坏细胞壁，茄红素才能大量释出。而且茄红素是脂溶性的，必须搭配油脂一起吃才能被肠道有效吸收。所以最佳的吃法就是用少量橄榄油或植物油把番茄炒熟，煮成番茄蛋花汤，或者做成番茄炒蛋都非常好。营养师说，加工过的番茄制品，像是番茄酱或浓缩番茄汁，茄红素的含量可以达到生番茄汁的7倍以上。每天吃2到3颗煮熟的大番茄，或者喝300到360毫升的纯番茄汁，大约就能摄取到15到30毫克的茄红素。但要注意，如果喝的是市售的番茄汁，一定要选择无糖或低糖的。曾经有一位患者听说茄红素好，就把番茄汁当水喝，结果因为含糖量太高，摄护腺没缩小，反而把自己喝出了糖尿病，实在得不偿失。再来说南瓜子，南瓜子里面富含锌和维生素 E， 而锌这个矿物质大量储存在男性摄护腺组织和精子当中，是维持摄护腺健康不可或缺的营养素。研究发现，摄护腺癌和摄护腺肥大患者的摄护腺组织里面，锌的含量明显比健康的人低。卫福部建议成年男性每天应摄取15毫克的锌，上限是35毫克，但根据营养调查的结果，75岁以上的长辈普遍摄取不足。如果你平时不太吃海鲜或坚果类的食物，一天大约只能从日常饮食中获取10毫克左右的锌，离建议量还有一段差距。每天吃大约50公克的南瓜子，差不多20到25克的量，就能轻松补足所需的锌。有研究指出，每天吃这个分量的南瓜子可以缓解摄护腺初期的肿胀，并且强化泌尿系统的整体机能。最后是豆制品。美国伊利诺大学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动物实验，他们发现同时喂食番茄粉和大豆胚芽的那组老鼠，摄护腺癌的发生率只有 45%， 而单独吃番茄的是 61%， 单独吃大豆的是 66%， 什么都不吃的对照组最高。换句话说，番茄加豆制品一起吃，防癌效果远远超过单打独斗。而且过去的统计也发现，豆制品摄取量较高的国家，男性摄护腺癌的发病率往往偏低。原因在于豆制品中的大豆异黄酮能够调节体内的睾固酮和雌激素平衡，而这两种荷尔蒙恰好与摄护腺的增生密切相关。每天吃一块豆腐，喝一杯无糖豆浆，或者来一碗味噌汤，都是在默默守护你的摄护腺。总结这份红色护腺餐的菜单：早餐一杯无糖豆浆加一小把南瓜子，午餐或晚餐来一道番茄炒蛋、番茄炖牛肉或者番茄豆腐汤。食材超市和菜市场到处买得到，价格也亲民，但它对摄护腺的长期保护力可能比你想象中任何昂贵的保健品都来得强。说到保健品，市面上常见的聚棕榈、茄红素胶囊和南瓜籽油等产品，虽然有些研究显示对轻度症状可能有一些帮助，但整体科学证据并不一致，绝对无法取代正规的医疗治疗。而且台湾卫福部目前核准的13项健康食品保健功效里面，并没有任何一项是直接针对摄护腺的。所以与其花大钱买保健品，不如踏踏实实的从日常饮食中获取这些天然营养素。
第3个习惯，聪明喝水加骨盆底肌训练。这个习惯听起来有点奇怪，喝水还要讲究聪明不聪明。但如果你问过任何一位被攝護腺肥大困扰的男性，他一定会告诉你，半夜频繁起来上厕所简直是一场漫长的折磨。明明睡得好好的，膀胱就像定时闹钟一样，每隔2-3个小时把你叫醒，爬起来跌跌撞撞走到厕所，站在马桶前面好半天才挤出几滴，回到床上又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个晚上重复2、3次甚至更多次，长期下来睡眠品质彻底崩坏，白天精神萎靡，反应迟钝，脾气暴躁。更严重的是，夜间频繁起身，还会增加老年人跌倒骨折的风险，这可不是小事。泌尿科医师特别强调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白天要多喝水，晚上要少喝水。白天充分补水可以冲刷整个泌尿道系统，减少细菌感染的风险。但到了睡前2个小时，就应该开始严格限制水分的摄取。如果口渴，小口润一下嘴唇就好，千万不要大口灌水。上床前一定要去一趟厕所，尽量把膀胱排空。另外，咖啡因和酒精都有利尿的效果。傍晚以后，最好尽量避免饮用含有这2种成分的饮料。特别是很多长辈习惯睡前喝一杯牛奶助眠，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液体摄入还是会增加夜尿的次数，可以考虑改到白天喝。光靠聪明喝水还不够，还要搭配一个大多数男性从来没听说过的秘密武器。很多人以为凯格尔运动是女性的专利，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男性练凯格尔运动对攝護腺的好处简直是革命性的。怎么做呢？其实非常简单，想象你正在努力憋住一个屁，又或者想象你小便到一半突然要停住尿流，这时候你会感觉到肛门和会阴部周围有一组肌肉在收缩，在往上提，那组肌肉就是骨盆底肌。找到它之后，你要做的就是有意识的收紧这组肌肉，从刚开始持续2秒钟，慢慢练到可以持续10秒钟，然后放松休息20秒，每一组做30下，一天做3组。注意要专注在骨盆底肌的收缩上，不要动用到腹部、大腿或者臀部的力量，那些都是常见的错误代偿动作。这个运动为什么对攝護腺有效？因为它可以促进攝護腺周围的血液循环，帮助前列腺液的排出，减少液体在攝護腺内部的滞留和淤积，从而缓解肿胀和不适感。对于已经出现排尿困难症状的男性来说，凯格尔运动能够强化尿道括约肌的控制能力，改善漏尿和频尿的问题。有些攝護腺手术后的患者也会被医师要求练习凯格尔运动，来加速恢复排尿功能。适度规律的骨盆底肌训练还有助于维持攝護腺的正常排空机能。建议刚开始练习的时候选择平躺的姿势，因为全身肌肉最放松的状态下最容易找到正确的收缩感觉。持续练习3到6个月之后，你会明显感受到排尿变得更顺畅，夜尿次数减少，整体的生活品质都会提升。除了凯格尔运动之外，日常生活中还有2个小细节特别要注意。第一是不要久坐，久坐会直接压迫攝護腺和会阴部，加重局部的充血和肿胀。如果你的工作需要长时间坐着，记得每隔1个小时就站起来走动5分钟，伸伸腿活动一下。骑自行车的时候也要注意，每次最好不要超过30分钟，因为坐垫会持续压迫会阴部，刺激攝護腺。第二是绝对不要憋尿，憋尿会导致膀胱过度膨胀，增加逆行感染的风险，也会让攝護腺陷入慢性发炎的状态。发炎愈合后的组织会形成钙化点，久而久之就会影响攝護腺的正常功能。研究发现，久坐加上憋尿是造成年轻男性攝護腺提早出问题的最大元凶。好了，让我们把今天讲的3个习惯做一个完整的回顾。第一，每天快走30分钟，走路可以降低体内的促癌生长因子和慢性发炎水平，从分子层面为攝護腺筑起一道强大的防火墙。临床试验已经证明，每周步行3小时以上，能够将攝護腺癌进展的风险降低超过1半。这是最简单、最便宜也最安全的攝護腺保护方式。第二，每天吃一份红色护腺餐，番茄煮熟配油吃，让茄红素的吸收效率最大化。南瓜子当零嘴补充锌和维生素 E， 豆制品调节荷尔蒙平衡。
3种食物三管齐下，从营养层面给摄护腺提供全天候的防护。第三，聪明分配喝水时间，白天多喝，晚上少喝，睡前排空膀胱，每天做3组凯格尔运动，强化骨盆底肌，再加上不久坐不憋尿的生活习惯，让摄护腺始终处于最舒适的工作环境中。3个习惯加起来，每天花不到1个小时，不需要额外花大钱，不需要吃药打针，却能够实实在在地延缓摄护腺肥大的速度，降低摄护腺癌的风险，改善排尿障碍带来的种种生活困扰。最后，还有一件事我必须郑重提醒各位，日常保养固然重要，但定期的医学检查同样不可或缺。泌尿科医师建议50岁以上的男性每年至少要做一次肛门指诊和摄护腺特异抗原的抽血检查。肛门指诊可以让医师直接触摸到摄护腺的大小、形状和软硬度，判断有没有硬块或肿瘤。摄护腺特异抗原则是筛检摄护腺癌最重要的血液指标之一。我知道很多男性长辈觉得做这项检查很不好意思，心里面会排斥，但你要知道，摄护腺癌如果早期发现，5年存活率高达 98%， 这个数字非常非常高。可一旦拖到晚期才发现，那就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了。定期检查就像给摄护腺买一份保险，花几分钟的时间换来的可能是几十年的安心。如果你开始觉得排尿速度变慢了，尿流变得断断续续，或者会阴部出现莫名的疼痛，甚至尿里面带血或者体重不明，原阴地下降，千万不要硬撑，不要自己当医生，请立刻去找泌尿科医师做专业的评估。摄护腺肥大的症状有时候和早期摄护腺癌非常相似，你自己是分辨不出来的，只有通过医师的检查和判断才能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如果你身边有60岁以上的男性长辈，爸爸、叔叔、伯伯、爷爷，或者你自己，请记住今天讲的这3件事：每天走路30分钟，吃几颗煮熟的番茄配一把南瓜子、一杯豆浆，做3组凯格尔运动。这3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习惯，很可能就是决定下半辈子生活品质的关键。摄护腺不会说话，但它每天都在默默地为你工作。我们能为它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它还健康的时候好好照顾它，不要等到它发出求救信号的那一天才后悔莫及。从今天开始，走起来，吃起来，练起来，你的摄护腺会感谢你的。